嘿，大家伙早喽！5月16号星期二了啊，又是大晴天。今天就恢复到压速度慢跑。其实昨天也不快，昨天那个强度26公里，对我来说其实没有太明显的感觉。这树好茂密啊！听说北京已经挺热的了，这边还行。但是凭我的感觉啊，这边到夏天应该也是挺闷热的，或者挺湿热的。有人说这件背心像围裙哈，还真是，因为围裙是方领的，这带要再细一点，它更像围裙了。这些年好像对方领没有那么的叫什么执迷了，对吧？背心这种东西还是穿着舒服就行。但是我也看好多穿纯棉的跑步的，那感觉真不行。今天聊点什么呢？昨天我提到说，像我都要控制体重，其实这话题说过很多次，就聊聊我对体重的一些小观点。我觉得可能跟有的小伙伴想的不太一样，因为毕竟我这么多年总是在自己的这个身体呀、饮食啊、训练呀各方面去摸索，说说我是怎么看这事儿的。今天还没想好跑多少，但是应该不会太短。昨天我说能量胶那个事儿，小伙伴们试试，您就空腹晨跑，然后10多公里吃一个，你感受一下。身体这东西是这样，随着训练的增加，对自己的感觉也敏感，但是这也建立在说，怎么说呢？您努力去感受自己的前提下的，它都是互相促进的，对不对？行，那咱一会儿聊啊。看我跑到了大阪城公园树林里边的这种小路上。那天我看这儿有人走，我才发现这儿有路。这里边好多这种小路，咱们今天绕一绕。就体重这事儿啊，我说个残酷的现实。很多人看各种的短视频或者小文章，说，哎，你要练肌肉，把肌肉练多了，你就基础代谢就高了，你就怎么吃都不胖。这个我觉得不对，观点是不对。它是这样，我承认啊，你肌肉多的人肯定比肌肉少的人基础代谢要高，但是基础代谢大概有多少呢？基本上，你看啊，一个壮汉跟我比，可能也就是2根油条，真的，或者是2块红烧肉，1口米饭，差不多，真的差不多。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。而且呢，就算您练成了肌肉男或者肌肉女，所谓的怎么吃都不长胖，是建立在您还维持您需要维持那个肌肉的训练量下。这就跟跑马拉松一样，你坚持训练，正常饮食，你就正常体重或者轻。你停止训练还正常吃，肯定是要长胖的，因为人天生就是要积累的，脂肪它也是要积累的，这是写在基因里。你们看健美健体的运动员，他在非赛季或者他这段时间停训了，如果不控制饮食，其实就算他控制饮食，脂肪也会增加，而且增加的要比普通人还明显。就算他控制饮食啊，因为你训练一停止，就跟有氧能力一样，训练一停止，下降最快的就是它。不是说练力量不好，这个是每个人的选择。马拉松运动员做力量训练是有帮助的，健美健体的运动员呢，也要做有氧，也要刷脂肪，对不对？这都是互相的，只是观点是说，
您必须得保持练，如果不保持练的话，一切都无从谈起，并不是说练了几天长了点肌肉，我就可以肆无忌惮了，真的不是。你想，你的身体每时每刻都是反映你现在身体的状态，它是很多东西一起组成的，所以没有一劳永逸的事情。你想维持住一个好的状态，就要维持一个好的生活习惯和运动习惯。另外，这也跟人有关系，就是我承认是有吃不胖的人，但是其实就我观察，大部分所谓怎么吃都吃不胖的人，其实吃的不多的。也有相对多一点的是有，但是他并没有说吃的比普通人多好多还不胖，他只是说你俩都正常吃，哎，他不容易胖，或者他更容易长肌肉，或者他更容易代谢，更容易消耗。这个每个人确实是不一样，但是你相信我，只要您还能听我的跟这儿所谓的胡说八道，那其实怎么说呢，咱们就都还是普通人，普通人之间差不多的，真的并不是谁能比谁好多少。就像过两天我准备说一个话题，我听了一句话特别好，就是跑量是决定你比赛的下限的，这都一样。我认为每个人的体重有那么一个点，我说过很多次，在基因里写死了那么一个点，你只要超过这个点，你正常饮食就能维持住。因为我跟家属在一起生活，然后我就观察他的起居饮食，其实他每天比我少消耗至少得有2000的热量，但是并没有少吃那么多，但是也是能维持住一个标准的，就是常态的体重，就是它不会一直长，也不会一直瘦。而为什么我说我在非赛季只要一不控制就会长肉呢，或者长体重呢？就是因为那我现在是低于我那个点，我的判断是我的这个点大概在125斤左右，所以你离它越远越难。你看我在赛季准备比赛的时候，我最厉害的一次控制到了106斤，但是那次比赛取消了，就是那年的北京马拉松。但是真的挺难受的，你又要不影响训练状态，又要保证比赛的时候能够有劲儿，就是你要先往下控制，然后最后再吃回来，或者就是再吃回这个能量，但是又没让，就说白了，你在体重反应过来之前，你先吃回来了能量，这时候去比赛正合适。你早吃了，体重反应过来了，是不是？它又开始长，所以这种比较煎熬。所以专业运动员配营养师，就算配营养师也很难的。你们看，有重量级的比赛的那种运动员，有的时候饿得都哭，那没办法。所以大家不用迷信过分的有氧，也不用迷信过分的力量训练。一般普通人的力量训练最多就是让体态好一些，很难说通过它就能彻底改变你的饮食。你原来吃1个包子就能吃3个还一样，这个不现实，因为能量毕竟是守恒的。如果能量在某些人身上不守恒了，那我们就不需要去研究更高效的能源了，是不是？像我早晨这一场训练1000多的热量，也就是一顿饭，要是多吃一点的话，是不是？像在这边很多餐厅，大阪还差一点，像东京很多餐厅菜单上是标热量的，你很简单一份定时，可能就是800以上，有的可能是1200。像那种大福，大家吃过吧？其实就是糯米团子，那一个要是甜的话，100多很正常，100多跑2公里了。就我这体重，对，体重低主要不体现在那个
叫什么基础代谢上，而是说像我跑步，我现在跑1公里就是50多的热量，但是我要是80多公斤，那可能就是小100的热量，这个是有影响的。就是我现在练消耗的比胖的人少，仅此而已。行吧，差不多又跑回大路了。这就是我对体重的一些不成熟的小观点。加油干！哎，5月16号星期二清晨7点03，训练结束啊，跑了一个半程马拉松，就很慢的那种，压速度，全程的平均配速5分01，跑了1小时46，平均的步频是197，心率137。那这种就很轻松，功率应该不到200啊，整200。但是其实到最后几公里啊，就感觉特别的想快，这大家应该有体会。不过呢，这1个月我给自己的目标就是这样，就是要努力的压下来，稳定的打1个月。其实，在大阪城那条路跑步的人挺多的，在这儿跑这几个月很少有这种情况，就边上全都是超过我的人。主要就跟为什么我说有时候在公路上跑比在公园里跑快，就是你有时候不自觉的会提一提速度，比方追自行车啊什么的，也就是这样。有时候这种也是一种训练。行，今天跟大家说说体重啊，就这事儿真的是没办法。就像你们看贩卖机这些甜的饮料，对吧？这基本上100毫升都在几十千卡以上。这种每天不自觉的这个热量摄入其实是挺多的。不过呢，其实也摄入是一方面啊，你能吸收多少也是另一方面。像有的人其实吃得多，但是不长胖，也跟吸收的这个效率有关系。这就是你看人为什么这个容易胖的人多呀？这是几千年来这个自然选择的结果，就是你在食物不这么充足的时候，那人能吸收的多，然后能储存的多，当然是那活下去的概率就大嘛，对吧？这个很正常。但是你说全人类能肆无忌惮的摄入热量吃饱饭，其实也就是这大几十年的事儿，上百年了不起了。跟我们这几万年的进化历程比，真的是不值一提，不可能改变我们的基因，不可能改变我们写在骨子里的东西。所以面对体重这事儿，大家只能是尽可能的努力吧，因为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，有的人就是这样，有的人就是那样，是不是？随遇而安，好不好？那还是这么着，那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咱们还是加油干，明儿见。